天剑一型导弹和美国的 AM-9响尾蛇空对空导弹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无论是外形设计、工作原理还是性能指标，两者都采用红外线制导技术及热导引或追热导引，通过感应和追踪目标发出的红外线信号与周围环境的温差精准锁定目标，这使得它们在近距离空战中，特别是缠斗阶段具有出色的表现。天剑一型的射程大约为8公里，属于短程导弹。但令人大吃一惊的是，天剑的飞行速度比响尾蛇快得多，竟然快了整整1马赫，而其研发经费也相对较低。那么，天剑一型导弹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研发的呢？美国的 AM-9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又有多强呢？然而，关于天剑一型导弹的详细信息仍然不多，许多关键参数仍是谜团。天剑一型的研发起源可以追溯到杨景友博士的团队，他们原本从事的是天马导弹的研发项目，由于政治压力，天马导弹项目最终被迫终止，但该团队没有放弃，经过调整，转向空对空导弹的研发，这一转型最终诞生了天剑导弹系列。天剑项目于1983年正式启动，由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指导，随后成为台湾空军经国号战机空用武装的核心组成部分。至于响尾蛇导弹的历史，则起源于1946年，当时美国海军武器测试站资助了一项小型项目，旨在研发一种新型的空对空导弹。该项目由威廉·麦克莱恩博士领导，并使用了基础的设计和材料，最终开发出了热能巡标火箭这一原型。1951年，美国海军正式开始资助这个计划，并于1952年展示给海军军械局。尽管早期的测试并不完全成功，美国海军仍然决定继续推进该项目，最终开发出了响尾蛇导弹。响尾蛇导弹得名于美国加州沙漠的响尾蛇，象征其通过红外感应来寻找目标的能力。1952年9月3日，响尾蛇导弹成功进行了首次试射，并经过了多次实弹测试，最终于1955年完成验收并开始量产。1956年，AM-9B 型响尾蛇导弹正式加入美国空军的装备，并于1958年在台湾海峡的924温州湾空战中首次投入实战，标志着其在实际作战中的应用。除了美国，苏联也在不久后掌握了类似的红外制导技术，甚至有传闻指出，这一技术的获得可能与技术窃取有关。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一部分的历史，揭示其中的背后故事。从某种意义上看，天剑一型导弹继承了响尾蛇的设计理念，并在多个方面实现了超越，展现出台湾在空对空导弹研发领域的独特成就。响尾蛇导弹的研发进展异常迅速，短短6年后，即1956年，AM-9响尾蛇导弹便正式服役，成为当时最先进的空中武器，并被誉为全球首款红外制导导弹。它的热跟踪系统类似一只敏锐的眼睛，能持续监控目标的热源变化。导弹前端配有热感应电池和聚焦光学部件，后端则装有4片三角形的稳定翼片，用于调整飞行轨迹。中部是爆炸区域，包含高爆炸药和引信，而尾部则配置了火箭发动机和4片尾翼。考虑到当时计算机技术尚不发达，这款导弹能够具备如此敏感和精准的热追踪能力，令其在技术上和战斗力上都占据了显著优势。苏联迅速掌握了响尾蛇导弹的制导原理，尤其是其陀螺仪技术，并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这一技术进步不仅为苏联提供了宝贵的导弹技术参考，也促进了其导弹工程和教育的发展。不久之后，苏联成功复制了响尾蛇的红外技术，研发出 K-13导弹，后者成为苏联战机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 M21战斗机上服役多年，响尾蛇导弹在全球范围内参与了无数的战争和冲突，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标配武器。然而，在导弹的早期使用中，响尾蛇的表现并不理想。例如，在越南战争期间，尽管美军发射了近100枚导弹，却仅有10枚命中目标，甚至发生了误击自己飞机的情况。幸运的是，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升级，响尾蛇导弹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多个改进型号，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被称为超级响尾蛇的 AM-9L。自1977年开始生产的 AM-9L-2 87米，直径127毫米，最大速度可达5马赫，约3062公里每小时。
最大射程达18.5公里。M-9L 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等优点，特别擅长近距离空中格斗，且发射后无需额外干预，广泛应用于全方位目标的打击。另一方面，天剑1型导弹虽然具备全方位目标追踪与攻击能力，但由于缺乏详细的公开技术数据，外界对其性能评价不一。有观点认为它的性能接近 M-9LL， 而另一部分认为它的表现介于 M-9P4 与 M-9L 之间。在金国号战机的设计中，考虑到导弹挂载接口的兼容性，天剑1型和 M-9P4 的设计都被集成在内。而在1980年代，台湾空军采购了大量 M-9P4 及其升级套件，使得空军的战机武装标准化。因此，尽管天剑1型作为自主研发的导弹有其优势，实际服役中却常见到金国号挂载 M-9P4，而非天剑1型。再者，由于金国号战机的减产，原计划生产700架的目标，最后被削减至300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弹药的储备。值得一提的是 ，M-9X 超级响尾蛇自问世以来，已经在多次局部战争中击落超过200架敌机，成为响尾蛇系列中的佼佼者。然而，这款导弹在1983年停产，因为更为先进的导弹系统逐渐取代了它。所有型号的响尾蛇导弹都采用了压式气动布局，即舵面位于导弹的前部，尾翼则位于后部，形成了一个前后 X 型的结构。这种布局不仅提升了导弹的操控效率，还确保了飞行的气动稳定性。虽然响尾蛇的各个型号均配备了普通的破片杀伤战斗部，并且其红外制导系统较为精巧，精度较高，但它仍然容易受到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干扰。尽管如此，这项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响尾蛇导弹的探测距离和灵敏度，使其成为空对空作战中不可忽视的威胁。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台湾在天剑导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开发出了海上衍生型的海剑0防空导弹系统，旨在应对密集阵近防系统外购价格日益上涨的问题。海军在预算受限的情况下，按照台湾防务自主政策要求，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研发该系统。这个系统首次亮相于2015年台北国际航太科技工业展。作为台湾海军近防系统的替代方案，海剑0导弹系统的发射箱可以装载8至16枚导弹，相较于天剑1型进行了诸多升级。新导弹配备了资料链接收机，并采用了折叠自旋尾翼和折叠前翼的设计，使得导弹更加紧凑，能够有效提升发射箱的载弹量。该系统还具备了多目标同时接战的能力，有望取代原本的方阵迫炮系统，大幅提升台湾海军舰艇的近空防御能力。功能上与美国的公羊短程反导系统类似。根据台北国际航太展的展示，海剑0导弹系统有2种配置，第一种是独立作战配置，其中发射器装备12枚海剑0防空导弹，配有火控雷达和光电火控仪，用于独立操作。第二种是与舰船作战系统整合的配置，在这种配置下，发射器上的雷达和光电系统被移除，完全依赖舰船作战系统提供目标参数和火控指令。为了适应不同需求，后者的导弹发射器容量增加到24枚导弹。至于响尾蛇导弹，尽管其外形依然保持圆柱形设计，并配备了防滚动尾翼以增强机动性，但在空战中，如果战机无法对目标进行全方位攻击，响尾蛇的尾部相对较难受到威胁。在这一方面，俄罗斯的 M-11舰首导弹在全方位攻击能力上有所领先。因此，为了保持空战优势，美国军方决定开发具有偏离轴线性能的格斗导弹，最终诞生了第4代响尾蛇 M-9X。M-9X 导弹采用了先进的自动驾驶仪飞行控制系统，具备卓越的机动性和控制能力。导弹的长度约为3米，直径127毫米，外形更加流线，重量为85公斤，配备了4个小型矩形尾翼，减少了空气阻力，使其飞行速度更快，最高速度达到3马赫，约3675公里每小时。此外 ，M-9X 还配备了全新的红外制导头，提供了更广泛的目标攻击能力。它能够在晴朗天气下清晰地识别目标，并能够区分人工热源与自然热源。在接近目标时，导弹展现出了出色的抗干扰能力，能够在不同的距离和视距范围内精确锁定目标。与早期的响尾蛇导弹相比，
，AM-9X 的偏离轴线射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飞行员可以在攻击时有更多选择，与以往的响尾蛇导弹仅能在20度角范围内搜索目标不同，AM-9X 能够在90度范围内进行目标搜索，并有效防御敌机从尾部发起的偷袭，这使得 AM-9X 成为空战中非常重要的武器。在动力系统方面， AM-9X 采用了一款36克瓦查火箭发动机，该发动机集成了推力矢量控制组件，并使用了低烟推进剂。这一设计使导弹更加隐蔽，同时提升了其机动性能和飞行速度。推进系统采用了圆柱形颗粒形式，并集成了控制制动系统，进一步增强了导弹的射程与操控能力。目前 AM-9X 已装备于包括 F-15C、F-16C、F-22和 F-18系列战机在内多种美军主力战机上，并与为飞行员专门设计的头盔显示系统相结合，使飞行员在空战中具备更强的目标锁定与攻击能力。AM-9X 被认为是美国军方当前唯一能够与俄罗斯 AM-11舰手导弹相抗衡的高性能空战导弹，它主要用于空军和海军的拦截与空中作战任务。根据计划，美国空军计划采购5100枚 AM-9X 导弹，而美国海军的采购目标则为5000枚。除了在美国军队中的广泛部署，这款导弹还出口至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并且在多次实战中表现卓越。例如，1981年8月，美国海军的2架 F-14战斗机在短短1分钟内，利用 AM-9X 成功击落2架利比亚的苏-22攻击机。这一战例充分展现了 AM-9X 的高效作战能力。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英国空军的海妖战斗机共发射27枚超级响尾蛇导弹，成功击落了24架阿根廷飞机，命中率之高令人瞩目。这一表现使得西方媒体将其誉为空战杀手，并认为其研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响尾蛇系列导弹作为空导弹领域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是产量最高、装备国家最多、服役时间最长且性价比极高的一款武器。从首次服役到现在，这一导弹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展示出极大的技术演进潜力。作为空导弹领域的代表，响尾蛇不仅不断适应现代化战争需求，还在军事技术进步的浪潮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堪称空导弹中的经典。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寰宇哥，咱们下期再见。